根据五角大厦在2025年12月发布的那份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光是火箭军手里瞄准台湾方向的短程弹道飞弹数量就大约在900枚上下，这还只是短程的，再往上算，中程弹道飞弹超过1000枚，陆基巡弋飞弹几百枚，外加长程火箭炮、空射飞弹、反舰弹道飞弹，甚至连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号称难以拦截的高超音速飞弹东风17，能一路打到1万多公里外的东风27都已经服役。这是一支全世界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常规飞弹部队，没有之一。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小角色在虚张声势，而是一个把飞弹当成国家战略基石，砸了几十年资源去经营的庞然大物。而且这支部队还在不断进化，越来越难对付。早年那些弹道飞弹飞行轨迹是固定的抛物线，只要算准了，拦截弹还有机会迎头拦下。可现在不一样了，像东风17这类高超音速飞弹，飞行速度超过5倍音速，还能在大气层边缘像打水漂一样做不规则的滑翔机动。传统的拦截弹系统面对它，往往连它下一秒会拐到哪里都算不准，更别说那些专门用来打航母的反舰弹道飞弹。那些弹头在末端会主动修正方向的新型号，对台湾的防空网来说，这意味着对手的矛不只是越来越多，还越来越刁钻，越来越滑不溜手。守方每解决一个难题，攻方就又抛出一个新麻烦。更要命的是地理，很多人喜欢拿2024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那几场大规模飞弹攻击来类比，觉得以色列扛住了，台湾应该也行。但这个类比其实对台湾是相当不利的。为什么？因为伊朗离以色列足足有1000多公里，这么远的距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些最便宜、最短程、数量最多的武器根本够不着目标，伊朗只能动用相对昂贵稀少的中远程飞弹，数量自然上不去，发射的节奏也被拉长，给了防守方宝贵的预警和拦截时间。可台湾海峡呢？最窄的地方只有130公里，这个距离近到什么程度？近到对岸不只能用昂贵的弹道飞弹，连最便宜的巡弋飞弹、成群的无人机，甚至是用卡车就能拉到福建沿海，按一个钮就能齐射的多管制导火箭炮，都能直接够到台湾本岛。短程、廉价、海量、密集，这4个词叠加在一起，才是飞弹洗地这个概念真正让人胆寒的地方。对手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朝你倾泻最密集的火力。以色列面对的是被距离稀释过的攻击，台湾面对的是贴着脸的饱和洪流。而且我们不妨把2024年那几场伊朗打以色列的攻防再看得仔细一点，因为里面藏着对台湾很重要的另一层教训。当时以色列那套被全世界吹捧的多层防空，确实拦下了绝大部分来袭的飞弹和无人机，这是事实。可你别忘了，这份漂亮的成绩单是怎么来的？是以色列自己的铁穹、舰士，加上美国、英国，还有区域伙伴的军舰和战机，一起在天上织就的联合火网才换来的。即便是这样众星拱月般的全力护卫，依然有部分弹道飞弹成功穿透，砸进了以色列的空军基地。而且这种拦截的代价贵得惊人，一个晚上打掉的拦截弹价值就以几十亿美元计，这种烧钱速度根本撑不了几个回合。那么问题来了，台湾呢？台湾能指望在开战的第一个夜晚，就有一支庞大的国际联军及时赶到海峡上空，帮他一起扛下饱和攻击吗？这个答案恐怕远没有以色列那么乐观。美国到底会不会出手？会用什么方式出手？能不能在第一波打击的那几个小时内赶到？这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是这些年台湾战略圈反复争论的核心焦虑。所以连以色列那种有强援撑腰的成功，台湾都未必复制得了。台湾很可能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自面对那片贴着脸砸下来的饱和洪流，这就是残酷的地缘现实。所以你会听到一种非常流行也非常吓人的说法，早在好几年前就有对岸的军事专家公开放话，假设18架轰 6K 轰炸机挂满飞弹飞一趟，每架挂6枚，那就是108枚飞弹，对于这种饱和攻击根本无从防御。这句话听起来斩钉截铁，而且似乎很有道理。再强的盾
也挡不住无数只同时射来的矛，对不对？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台湾确实该收拾收拾，准备投降了。可偏偏现实世界从来不按照这种一句话的逻辑运转，理论上的饱和和战场上真正能达成的瘫痪，中间隔着一条又宽又深的鸿沟。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正在真实上演的战场——俄乌战争。从2022年一路打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飞弹和无人机饱和攻击。论密度，论持续的时间，那都是人类进入飞弹时代以来罕见的场面。成百枚飞弹，配上数量更多的自杀式无人机，一晚接着一晚的砸。按照飞弹洗地的逻辑，乌克兰那套东拼西凑，混搭了苏联老古董和西方新装备的防空网，早就该被打得稀巴烂，整个国家早就该瘫痪投降了。可结果呢？打了这么多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居然还在运转，还在一轮轮地拦下大量来袭目标。饱和攻击确实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确实让防空部队疲于奔命，也确实一次次重创了乌克兰的电网和基础设施，但它始终没能达成那个最关键，也是飞弹洗地论者最渴望的目标——战略瘫痪。战争非但没有速胜，反而被死死拖进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泥潭。这里面藏着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铁律：面对一个有准备、有战略纵深、防空体系还在运转的国家，再凶猛的饱和攻击，边际效益也会迅速递减。第一波，你也许能打掉很多东西，打个措手不及，但对方会适应，会学习，会把雷达和发射车分散开来打游击，会连夜抢修被炸毁的设施，会把剩下的力量藏进掩体和地下。你的飞弹库存是有限的，是会见底的。而一个决心抵抗的对方所展现出来的韧性，往往远远超出进攻者一开始的想象。乌克兰给全世界上的这一刻，恰恰就是台湾最该记在心里的一刻。这里还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细节，特别值得玩味。如果饱和攻击真的是一招无解的必杀技，那么按理说，对岸自己根本不必担心被别人饱和攻击才对。可现实恰恰相反，就在不久前，对岸还高调展示了自己最新的中近程防空飞弹系统，特别强调它的雷达能同时锁定多个目标，就是为了应对无人机群、巡弋飞弹这类用海量廉价目标来淹没防线的饱和战术。换句话说，连最热衷于用飞弹洗地来威慑别人的一方，自己心里也门儿清，饱和攻击绝不是一锤定音的魔法，所以才判了命地去打造能扛住饱和攻击的盾牌。攻防双方其实都在同一个逻辑下焦虑，一个自己都怕被饱和攻击的对手，又怎么可能真心相信靠饱和攻击就能轻松瘫痪另一个有准备的对手呢？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恰恰戳破了飞弹洗地那层看似无敌的窗户纸。好，铺垫了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来看看台湾手里到底握着一张什么样的盾牌了。2025年10月10日，台湾的领导人在国庆演说里正式抛出了一个名字——台湾之盾。这个名字很明显是在对标以色列那套大名鼎鼎的铁穹，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是把以色列的东西照抄一遍，那就小看他了。事实上，按照规划，他的构想甚至比以色列的系统还要复杂。按照已经披露的蓝图，这套防空网的整体预算高达新台币4000亿元，约合127亿美元。它的核心思路根本不是单纯的多买几套防空飞弹摆在那里，而是要把台湾现有的零零散散、各自为政的各种防空系统，从最高的天空到最低的地面，全部串成一张网，打通所谓的从感测器到射手的链条。这句话听起来很拗口，我给你翻译一下。过去，台湾的雷达是雷达，爱国者是爱国者，天宫是天宫，他们各看各的天空，各打各的目标，彼此之间的资讯未必能及时共享。这就好比一个人的左眼右眼各看各的，左手右手各动各的，互不通气。而台湾之盾真正想做的是装上一个统一的大脑，让所有的雷达当眼睛，所有的飞弹当拳头，由这个大脑统一指挥，看到哪个威胁最危险，就调动最合适的那枚飞弹去拦。目的只有一个，把拦截的成功率，也就是军事上讲的击杀率，尽可能往上拉，同时把宝贵的拦截弹用在刀口上，不浪费。
而这整张网的眼睛里，最远的那一只至关重要。在台湾中部的高山上，矗立着一座造价极其昂贵的长程预警雷达，它的探测距离据称能达到数千公里，远远地越过海峡，深入对岸的纵深。它的价值在哪？在于时间。弹道飞弹从对岸发射到落在台湾本岛，飞行时间可能只有短短几分钟。在这种以秒计算的生死关头，这座雷达能在飞弹刚刚升空的那一刻，就捕捉到它喷薄而出的尾焰，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哪怕只是多争取到区几分钟，甚至几十秒，对于防空系统来说，都是无比宝贵的反应时间，可以让拦截系统提前进入状态，可以让重要人员和装备提前进入掩体。当然，这双最远的眼睛本身也是对方第一波打击最想优先戳瞎的目标。眼睛和拳头，到底谁先动手？谁能保住这场围绕着感知与摧毁的较量？在飞弹真正落地之前，其实就已经悄悄展开了。那这张网具体分成几层呢？根据规划，它设想了足足4层拦截，高层、中层、低层，再加上最后的终端拦截。我们从天上往地下一层一层看下去，最高的那一层由台湾自己研发的天宫4型，也叫强攻飞弹来扛大梁。这款飞弹在2025年9月的台北航太国防展上第一次公开亮相，2026年正式进入量产。它最让人瞩目的数据是拦截高度，据称可以达到70公里，甚至更高。这是什么概念？美国那套赫赫有名的爱国者3型，拦截高度大约是24公里。也就是说，强攻要做的是在敌方弹道飞弹还在大气层边缘高空俯冲的阶段，就先伸手拦它一下，把防线往上推。台湾国防部甚至放话说，能达到这个层级的反飞弹系统，全世界除了美国的萨德和以色列的剑士，没几款拿得出手。中间那一层主要由美国提供的爱国者3型以及性能更强的增程型，搭配台湾自制的天宫3型来覆盖。这里有个很值得一提的细节，就在2026年1月初，台湾动用先前采购爱国者飞弹时省下来的结余款，抢先买进的102枚增程型爱国者拦截弹已经开始陆续交付。这款飞弹能拦截的高度大约在60公里，一边是高空的强攻，一边是中空的爱国者和天宫，2道防线叠在一起，就是要让来袭的弹道飞弹在还没落地之前就多挨几次拦截。再往下，低空这一层由天宫3型、爱国者以及从美国引进的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NASAMS 来负责专门对付那些飞得比较低的飞机和巡弋飞弹。而最后到了最贴近地面，最后一道防线是刺针飞弹，是各种口径的快炮，是专门用来反无人机的机动系统。这些东西就是用来收拾那些漏网之鱼的，那些突破了前面几层防线，贴着屋顶飞过来的巡弋飞弹和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这几年特别重视机动反无人机系统，因为大家都从乌克兰学到了，便宜的无人机才是真正烦人的饱和威胁。不过，把这4层串成一张网，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是天底下最难啃的硬骨头。真正的挑战，从来不是花钱买几枚飞弹，而是怎么让一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用着不同规格的雷达和飞弹，能够在电光石火之间无缝的交换资讯，协同开火。美国货和台湾自制的系统怎么对话？老旧的装备和最新的装备怎么整合？这背后需要一套极其复杂的指挥控制系统去当总指挥。这套整合的软功夫，往往比硬体本身还要烧钱，还要费时。也正因为这份复杂和昂贵，台湾岛内始终有一种尖锐的批评声音，质疑这套号称比以色列还复杂的台湾之盾，会不会最后变成一个填不满的无底钱坑？毕竟，以色列的铁穹守的是一块相对小的区域，而台湾要用类似的概念去保护整座岛屿，难度和成本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盾要打造的又大又密又能协同，谈何容易？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有点热血沸腾了。哇，这么多层，这么多种飞弹，从70公里高空一路守到地面，那台湾岂不是固若金汤？飞弹洗地根本是痴人说梦。先别急着乐观，盾牌再厚，层数再多，
也有它的极限。而台湾防空网真正的死穴，恰恰不在于它挡不挡得住某一枚飞弹，而在于一个冷冰冰、毫无浪漫可言的数学问题：弹药到底够不够用？我们来算一笔很残酷的账。拦截弹道飞弹从来不是一枚换一枚那么便宜。为了确保把来袭的目标真正拦下来，通常防守方对着一个目标要发射2枚，甚至更多拦截弹，图个保险。可你再回头看对岸的库存，光短程弹道飞弹就有900枚，中程飞弹上千枚，巡弋飞弹几百枚，无人机更是可以成百上千的往外撒。你拿手里那有限的拦截弹去对抗对方近乎无底洞的弹海，这笔账怎么算都吃力。拦截弹是会打光的，可对方的飞弹似乎总有下一批。更歹毒的是，战场上的飞弹不会乖乖排队让你一枚一枚从容的打，对方会在弹道飞弹上加装突防装置，会让弹头在末端做不规则的机动规避，让你的拦截弹算不准它的落点。对方还会放出大量便宜的诱饵混在真弹头里面，逼着你那些金贵的长程拦截弹去拦截一堆根本不值得拦的假目标和低价值目标。一枚天宫，一枚爱国者，造价动辄就是上千万新台币，你拿它去打一架成本可能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块的无人机，打上几个来回，你昂贵的弹仓就见底了。这就是军事上最关键的成本交换比。饱和攻击真正阴险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根本不需要每一枚都精准命中，它只需要用海量廉价的目标逼你把昂贵有限的弹药提前耗光，然后再用真正的杀手锏从容地给你致命一击。所以台湾的防空专家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光靠拦截是不可能100%挡住共军空中打击的。这话听着丧气，但这不是长别人志气，而是地理和数学共同决定的硬道理。也正因如此，真正专业的防卫思路从来不是幻想拦下每一枚飞弹，而是精打细算。宝贵的长程防空飞弹必须省着用，要留给最高价值的目标，比如来袭的弹道飞弹，比如大型的有人或无人机，而绝不能浪费在低阶的小目标上，把每一枚拦截弹的价值榨干，这才是清醒的算法。这里还得泼一盆更冷的水，拦截从来就不是100%保证成功的。用一枚高速飞行的飞弹去精准撞击另一枚同样高速飞行，甚至还在叛命机动闪躲的飞弹，这本身就是人类工程学上难度最高的挑战之一，堪称用子弹去打子弹。历史上从不缺少防空飞弹在实战中表现不如预期，拦截率远低于宣传数字的尴尬例子。雷达会受干扰，飞弹会有故障，操作会出失误，物理定律更是冷酷无情。所以当你听到任何一套防空系统宣称自己的拦截率高达90%几的时候，务必在心里打个折扣。真实的战场比实验室和宣传片残酷得多。这也再一次说明，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拦下每一枚飞弹上，是一种危险的天真。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飞弹洗地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把台湾每一套防空系统都炸上天，那他到底最想打什么？答案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刁钻，还要聪明。他最想打的往往不是飞机本身，而是飞机脚下那条跑道。2026年3月，美国知名智库史汀生中心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名字起得特别形象，叫做跑道陷阱。研究人员用公开的资料建了一个数学模型，模拟共军火箭军对台湾的机场跑道和滑行道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飞弹攻击，然后计算这些跑道会被瘫痪多久。结论相当惊人，他们发现甚至不需要动用最先进的武器，光是用东风11、东风15这类短程弹道飞弹，再加上长程火箭炮，共军就足以让台湾的军用跑道和滑行道在冲突爆发后的头2到3个星期里持续处于关闭状态，飞不了。请你务必注意这个逻辑的精妙之处，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共军根本不需要费劲去把你的战机一架一架的炸毁，台湾其实有不少加固机堡，甚至是深挖在地下的设施，战机躲在里面是扛得住第一波打击的。可问题在于，飞机就算在机堡里毫发无伤，只要外面那条供它起降的跑道被炸出一个又一个大坑，这架飞机就飞不出去了。你想想看，一架飞不起来的顶尖战机和一架被炸毁的战机，
在这场战争里到底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它就是一堆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昂贵废铁。台湾花大价钱买来的先进战机，可能根本没机会飞上天去打仗。有人会说，跑道炸坏了可以抢修啊。没错，可抢修也未必救得了你。为什么？因为对方的侦察卫星就悬在你头顶上盯着你看，你前脚刚把弹坑填平，后脚新一轮的飞弹就跟着砸下来，专门挑你正在抢修的地方打。修复的速度永远追不上摧毁的速度，这就形成了一个让人绝望的死循环。那这份报告有没有给台湾留一条活路呢？有，但条件相当苛刻。报告指出，如果台湾能同时做到3件事：第一，把战机最大限度地分散到所有能用的军用和民用机场，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二，砸下重金，大规模扩充拦截弹的库存；第三，练就一身急速抢修跑道的本领。那么，跑道被关闭的时间理论上可以从几个星期大幅压缩到大约56个小时，也就是2天多一点。2天多听起来进步好像很大，从几周缩短到2天。可你换个角度想想，在一场决定一个地方生死存亡的战争里，开战的头2天，你的空军几乎全部趴窝，一架都飞不起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最关键、最兵荒马乱的开局阶段，台湾很可能要把整片天空暂时拱手让给对手，而制空权一旦丢掉，后面的仗会打得多被动，可想而知。这就是飞弹洗地最现实也最有杀伤力的那一面，它瞄准的是让你的空中力量在最需要它的时候飞不起来。那台湾到底有没有牌可以打呢？有的。台湾这座岛虽然不大，但摊开地图，岛上大大小小有跑道的机场其实有好几十座，其中不少跑道够长，足以让战斗机起降。更关键的是，台湾早就把几条笔直宽阔的高速公路路段设计成了战备跑道，平时车来车往，战时把中央分隔岛一拆，把标志一收，就能在几个小时内变身成一条临时的战机起降跑道。这意味着，就算对岸把所有正规军用机场的跑道都炸烂了，战机理论上还有民用机场和公路这些备用的起降点可以用。对手想要把这几十个分散的点同时瘫痪，需要付出的飞弹数量就会成倍的暴增。这就是分散的价值，它把对手那笔飞弹账越算越贵。当然，公路跑道的维护保障能力终究比不上正规基地，战机在那里能撑多久，能出动几架次，都是问号。但至少它让飞弹洗地想要的那种一网打尽变得困难重重。但是台湾人也绝不是坐以待毙的傻子，早在几十年前，他们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这一幕，并且挖了一个让全世界军事迷都啧啧称奇的后手。让我们把镜头转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在巍峨的中央山脉山腹深处，藏着一座代号嘉山的基地，这是整个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地下空军基地。这座基地的故事得从1980年代说起。当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军方猛然意识到自己西部那些宝贵的空军机场正好赤裸裸地暴露在对岸的炮口之下，一旦开战，很可能在第一轮打击里就被连锅端掉。怎么办？他们想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点子，干脆把战机钻进山里去。嘉山基地在1984年动工，1992年完工，前后耗资400多亿新台币。工程兵硬是把花莲的一整座大山给掏空了。为了在地质相对松软的花莲挖出这么大一个洞，还要能扛得住强烈地震，他们专门考察了奥地利、瑞士等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新奥隧道工法，利用岩石本身的压力来相互抵消。据说建成后能扛得住7级强震。建成后的嘉山洞库里据称可以塞下多达200架战机，内部的指挥管制、医疗、储油、弹药库一应俱全，活脱脱就是一座藏在山肚子里的地下城市。一条长约2500公尺的跑道，直接从外面的花莲空军基地通进山洞深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据说那扇重达8吨的大铁门能在60秒之内完全打开，让里面早已整备就绪的战机直接从洞口滑出，冲上跑道，呼啸升空。它的妙处究竟在哪？
就在于中央山脉这道大自然赐予的天然屏障。山体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厚实的雷达死角和装甲。传统的飞弹，除非动用核武，否则很难真正伤到藏在几百公尺岩层底下的战机。在飞弹洗地把台湾西部机场炸成一片火海的那种设想里，佳山就是那个让台湾空军得以保存住战力的诺亚方舟，是在熬过第一击的猛烈炮火之后，战机可以从这里倾巢而出，向西展开反击的避风港。在台湾的南边，台东还有一座功能类似的制航基地，与佳山一南一北，互为犄角。早些年汉光演习时，台湾甚至公开过几张佳山基地的内部照片，连美国的军事网站都专门写文章介绍，引起国际一阵关注。听到这里，飞弹洗地的那幅末日画面是不是开始有点站不住脚了？你以为一波飞弹下去就能把台湾空军团灭在地面，可人家早在几十年前就把最宝贵的家底藏进了大山的肚子里。可是故事讲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相当残酷的转折。佳山这个精妙的后手毕竟是几十年前的设计，在那个年代，对岸的解放军根本没有能力绕到台湾东部的太平洋一侧去发动攻击。中央山脉背后的这一大片海域是真真正正的安全大后院。佳山把巨大的洞口朝东开，正是吃定了这一点，背靠大山，面朝一片安全的海。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天翻地覆了。这些年，解放军的海空力量突飞猛进，航空母舰战斗群可以远航到西太平洋，长程飞弹、战机、无人机都已经具备了绕到台湾东面从背后捅刀子的能力。对岸的军机军舰这几年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绕到台湾东部的海空域实施演习，刷存在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佳山基地赖以生存的那个天然死角，那片曾经绝对安全的后院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山脉还是那座山脉，岿然不动，可掩护它的那片安全海域已经不再安全。台湾军方高层自己也透露过，未来打算进一步强化佳山基地的反飞弹设施。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无奈的承认，连最坚固的大山如今也开始感受到威胁的逼近了。盾牌很坚固，但矛也学会了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刺过来。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再往深处走一步，跳出单纯的飞弹对拦截弹这个层面，去看一个更隐蔽也更致命的问题。饱和攻击真正想瘫痪的，往往根本不是某一套具体的武器，而是整个指挥系统的神经中枢。雷达站、指挥管制中心、通信节点，这些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目标，才是第一波打击最优先想敲掉的。道理很简单，只要把你的眼睛打瞎，把你的大脑打懵，把你各个防空系统之间沟通的线路掐断，那么哪怕你的飞弹一枚都没少，他们也会在顷刻之间从一张协同作战的网变成一群各自为战、瞎打一气的无头苍蝇。那个花了4000亿想要打造的统一大脑，一旦被击穿，整套系统的威力就会大打折扣。这才是飞弹洗地藏在最深处、最阴险的那本账。它要的不是炸掉你多少硬体，而是瘫痪你整个体系的协调能力。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真正的第一波可能会是怎样一个层层递进的恐怖过程，你就会明白它的算计有多深。它绝不会是无头苍蝇般乱炸一气，最前面的往往是专门用来压制和摧毁防空系统的攻击，军事上叫做防空压制和防空摧毁。对方会先用反辐射飞弹去猎杀那些一开机就会发出电波，等于是在黑夜里举着火把的防空雷达。雷达一被点名，防空飞弹就成了睁眼瞎。紧接着是巡弋飞弹和弹道飞弹扑向指挥中心、通信枢纽，把你的大脑和神经一条条切断。再然后才是那一波波砸向跑道的飞弹，把你的战机死死按在地面。最后夺取了制空权的战机群才会大摇大摆地飞过来，从容地收拾残局。你看，飞弹洗地从来不是单纯的数量堆砌，它是一套精心设计、环环相扣的组合拳，每一拳都打在你体系最脆弱的关节上。可正因为它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它也就有了致命的软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岔子，整套打法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雷达没被打瞎怎么办？指挥中心藏进了地下，炸不掉怎么办？
跑道修得比你炸得还快怎么办？战场上最不缺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混乱与摩擦。再精密的剧本，碰上一个判死抵抗，还留了无数后手的对手，都可能演砸。这也正是为什么纸面上的饱和攻击看起来天衣无缝，真打起来却常常达不到预期。而这恰恰也点出了台湾防卫战略里这些年吵得最凶，至今没有定论的一场大争论：台湾到底该怎么防？一派人主张要继续投资那些昂贵的传统大型平台、先进战机、大型军舰，主张要在所谓的决战境外把敌人挡在海峡中间，甚至挡在更远的地方。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威风，也很符合很多人对强大军队的想象。可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昂贵笨重的大家伙恰恰是最容易在第一波飞弹和空袭里被当成活靶子摧毁的东西。搞不好开战才几个小时，这些压箱底的宝贝就被打掉大半，台湾反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把所有鸡蛋都压在这些醒目的大平台上，风险实在太高。另一派也是这些年国际上越来越多专家极力推崇的，叫做不对称作战，或者用一个更生动形象的词，豪猪战略。它的核心思路是，别跟对岸去盼数量，盼大块头，那无异于拿鸡蛋去碰石头，注定是赔本买卖。台湾真正应该做的是充分利用自己这座岛屿有利的防御地形，部署大量分散的、机动的、便宜到让对方不忍心用昂贵飞弹来打的武器，成百上千套机动的岸基反舰飞弹、机动防空系统、快速飞弹艇、海量的水雷和布雷艇，再加上漫山遍野的小型侦察和攻击无人机。一旦对岸的登陆船团敢于渡海过来，这些藏在各个角落的武器就会在四面八方同时冒出来，专打他的登陆舰艇，让他在海峡的航渡途中，在抢滩的滩头上付出惨痛到无法承受的代价。豪猪战略的精髓恰好就是飞弹洗地的天敌。为什么？因为这套打法把饱和攻击的逻辑反过来用在了对手身上。你的飞弹再多，总有打完的一天。可如今你面对的不再是几个醒目的大型机场和军舰，而是成千上万个分散在山林里、城市中、海岸线上的廉价目标。你那些昂贵的飞弹根本不够分，你总不可能用一枚造价上千万的飞弹去精确打击一辆藏在树林里打一炮就跑的机动发射车吧？这笔成本交换的账，轮到攻方来算的时候，一样算不过来，一样会肉痛。豪猪身上的每一根刺都不贵，但你要是真敢一口咬下去，满嘴扎的全是刺。说到豪猪战略，就不能不提这几年最炙手可热的主角——无人机。乌克兰战场已经血淋淋地证明了，廉价的无人机可以击沉昂贵的军舰，可以瘫痪笨重的坦克。对台湾这种防御方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不对称利器。成千上万架便宜的攻击无人机，配上海量的水雷，就足以让对岸那支宝贵的2栖登陆船队在横渡海峡的途中变成一个个移动的活靶子。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这份特别预算里，把发展自己的无人机和反制无人机的能力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未来的台海战场比的可能不再是谁的战机更贵，而是谁能用最低的成本制造出最让对方头痛的麻烦。不过这里也藏着台湾最大的隐忧之一，武器可以买可以造，但会用武器肯叛命的人从哪里来？外界普遍认为，按照某些说法，对岸把2027年定为一个必须具备相应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注意，这是指军事能力上的准备，未必等于真的会在那一年动手，但这个时间点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可台湾这边受过扎实训练的后备军人够不够？社会层面的民防动员演练得到不到位？关键的弹药、物资有没有提前分散储存到全岛各地，以免一开战就被一锅端？这些软实力上的短板，恰恰是再先进的飞弹也弥补不了的。一场真正的持久防御，靠的从来不只是武器的硬度，更是人的韧性和准备的充分。当然，光有先进的武器还远远不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飞弹洗地，较量的根本不只是军队与军队，更是整个社会的韧性与意志。这也正是为什么新版的台湾之盾在设计时
特别强调了军民一体这个概念。台湾地狭人稠，重要的人口和基础设施几乎全都密密麻麻地挤在西部沿海平原，一旦遭到持续不断的打击，那么加固的避难所、可靠的疏散机制以及水、电、通信、医疗这些关键服务的备援能力就变得和防空飞弹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饱和攻击瞄准的目标清单里从来就不只有军事设施，还包括平民的士气和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它就是要轰炸你的意志，让你在恐惧和混乱中崩溃。反过来说，一个能在飞弹的阴影下继续维持政府运作，继续供水供电，继续救治伤患，继续保持社会秩序的群体，本身就是一种任何飞弹都炸不垮的强大防御。打仗打到最后，拼的往往是谁更撑得住。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用轰炸来摧毁一个民族的意志，这条路往往走不通，甚至会适得其反。从二战时期德军对伦敦的狂轰滥炸，到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飞弹雨，那些策划者最初都幻想着，只要把对方的城市炸成废墟，把平民炸到绝望，对方就会崩溃，就会跪地求饶。可结果呢？伦敦人在防空洞里照样喝茶上班，乌克兰人在停电的寒夜里照样修复电网，继续抵抗。持续的轰炸非但没有炸垮他们的意志，反而常常激起了更强烈的同仇敌忾。人这种东西很奇怪，越是被逼到绝境，有时反而越是团结，越是顽强。所以飞弹洗地如果指望靠炸平台湾的城市来逼台湾社会在几天内举手投降，这个算盘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打错了。因为他低估了一件飞弹炸不掉的东西，那就是一群人保卫家园的决心。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很骨感。这些宏大美好的计划最终都要回到一个最现实也最扫兴的问题上，钱以及肯不肯花这个钱。2025年11月，台湾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规模高达新台币1兆2500亿元，约合40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打算分8年，从2026年一路花到2033年，用来加速采购包括台湾之盾在内的各种武器装备。这份预算雄心勃勃，可它一进到台湾内部，就立刻经历了一场激烈无比的政治拉锯。各方为了该不该花、该怎么花，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拖到2026年5月，立法院才终于勉强通过了一个明显缩水之后的版本，金额大约是248亿美元。你看，从一开始喊出的400亿，到最后落地的248亿，这中间被砍掉的那一大块数字，本身就无声地说明了一件事：再完美、再漂亮的防御蓝图，画在纸上是一回事，要真正过得了内部政治和预算这一关，把它从图纸变成握在手里的真家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盾牌的设计图再先进，铸不出来，或者铸到一半没钱了，那也是枉然。这恰恰是讨论台湾防空时最容易被热血冲昏头而忽略的一块短板。还有一个让所有防守方都头皮发麻的问题，那就是预警时间。飞弹洗地最恐怖的版本是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而台湾面临的一个独特的险境是，这些年对岸的军机军舰几乎天天绕着台湾转，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更是一场接一场。这种日复一日的高压态势固然消耗台湾，但它还埋着一个更阴险的用意，那就是让真演习和真进攻之间的那条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试想，当对岸又一次集结了大批兵力，宣布要搞一场大演习时，台湾怎么判断这一次到底是虚张声势的恫吓，还是动真格的开战前奏？如果每次都如临大敌地全面动员，社会经济早就被拖垮了。可如果掉以轻心，演习就可能在某一刻瞬间转变成真正的第一击，让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麻痹本身就是飞弹洗地的一部分。当然，这把刀也是双面的，对岸要真想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饱和攻击，需要事先集结庞大的兵力和物资，这种动静很难完全瞒过台湾和美国的卫星侦察。一旦这种大规模集结的征候被捕捉到，突然袭击的那层伪装就会被撕开，台湾和他的潜在盟友就有可能提前进入戒备。所以说，进攻方既想要突然性，又无法隐藏大规模备战的动静。
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攻方难以两全的矛盾。预警这件事从来不是单方面对防守方不利。好，现在让我们绕了一大圈，回到最开始那两个问题。共军的飞弹洗地真的能瘫痪台湾吗？台湾的防空网撑不撑得过第一波攻击？如果你问的是第一波饱和攻击能不能给台湾造成巨大的破坏，能不能在开战初期让台湾的空军一度趴窝，让部分防空系统失效，让整个社会陷入剧烈的混乱与恐慌，那答案恐怕是肯定的。没有任何人应该轻视这种威胁。台湾的防空网几乎可以100%的确定做不到滴水不漏拦下每一枚呼啸而来的飞弹，这是地理的临近和数学的残酷共同决定的，无法回避的现实。任何拍着胸脯保证万无一失的说法都是在骗人。但是如果你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这第一波能不能像飞弹洗地这4个字所暗示的那样，一巴掌就把台湾彻底打瘫，打到不战而降，干净利落，速战速决，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那这个答案就要重重地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因为第一波永远不等于整场战争。飞弹洗地这个概念最大的诱惑，同时也是最大的陷阱，就在于它向人们描绘了一场干净的、迅速的、几乎不用流血就能赢下的胜利。它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只要飞弹的数量足够多，战争就能像按下一个电灯开关那样，啪的一声，瞬间结束。可是俄乌战场用几年的血与火无比清晰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面对一个有准备、有纵深、有韧性，还把家底藏进了大山和海岸线里的对手，飞弹从来就不是一根能瞬间瘫痪对方的魔法棒。它能造成深重的痛苦，能造成惨烈的破坏，但它瘫痪不了一个下定决心要抵抗下去的社会。真正的战争会无情地把双方一起拖进漫长而残酷的消耗，而在这种消耗里，成本交换这把锋利的刀永远是双面开刃的。它砍向防守方，逼着台湾耗尽昂贵的拦截弹，可它同样砍向进攻方。攻方每一枚砸下来的飞弹，每一架在台湾防空火网里损失的战机，每一艘搁浅在滩头被反舰飞弹击中的登陆舰，同样是烧掉的真金白银，同样会痛到骨子里。飞弹洗地听起来像是一场对攻方稳赚不赔的单方面屠杀，可真打起来，这很可能是一场双方都在疯狂失血的惨烈对赌。而且我们别忘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飞弹洗地就算真的把台湾的防空网打得千疮百孔，把跑道炸得稀烂，把空军按在地上，那又怎样？飞弹是瘫痪不了一座岛屿的主权的。你可以用飞弹炸毁一条跑道，但你没办法用飞弹去占领1寸土地。要真正拿下台湾，对岸最终还是得让千千万万的士兵挤上脆弱的登陆舰，冒着炮火横渡那条凶险的海峡，在易守难攻的滩头上强行登陆，然后再一寸一寸地去争夺那些密布的城市和险峻的山地。而这才是整场战争里难度最高、代价最惨重，也最没有把握的部分。飞弹洗地顶多只是这场豪赌的开场白，是为后面那场真正的血战铺路。可如果连登陆的船队都过不了由无人机、水雷和反舰飞弹织成的鬼门关，那么前面就算把台湾炸得再狠，又有什么用呢？把第一波的破坏误当成整场战争的胜负手，这恰恰是飞弹洗地论最大的盲区。它让人盯着那场壮观的飞弹雨看得入神，却忘了问一句：雨停之后呢？所以飞弹洗地这个问题，最终真正的关键或许根本就不在于台湾的盾撑不撑得过第一波，而在于敢按下这个按钮发动这第一波的人，他敢不敢赌？敢不敢赌第一波过后的那个漫长残局？赌国际社会会不会介入？会作何反应？赌台湾这个社会的抵抗意志到底有多顽强？赌一场原本以为几天就能漂亮收场的速决战，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个拖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把自己也死死拖住的血腥泥潭？说到底，所有的防空网，所有的飞弹，所有挖空的大山，所有分散在山林海岸的廉价武器，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最终都不是为了真的去打赢那一仗。它们存在的真正价值，恰恰是为了让那一仗永远不要打起来。
是为了让对岸在按下那个开关之前反复的掂量，反复的计算，最后沮丧地发现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划不来，都不值得。这才是飞弹洗地这个问题背后最终真正的答案。一面盾牌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它能不能挡下射来的每一只矛，而在于它能不能让那只握着矛的手在真正出手的前一刻犹豫，而那只手到底会不会犹豫，又会犹豫多久，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给出100%的保证。我们普通人能做的是尽量看清楚这幅末日画面背后真实的科学和真实的算计，而不是被飞弹洗地这耸动的4个字轻易的吓破了胆，也不是天真地盲目的以为自家的盾牌真的就无所不能，固若金汤。真相往往就藏在这2种极端的恰到好处的中间地带，看清它比恐惧它或者轻视它都要重要得多。